我的乖乖，这是龙！镇魔司的大人们连龙都给斩回来了。快看，剑秀金泥，玄黑为底，这起码是狼将6品的镇魔大官儿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这话真不是说着玩的。镇魔司何等威严之地，现在竟然成了凉州府的打卡圣地了。来了，江大人出来了！江大人，在下不才，为您画了一幅丹青，还请仙子。画个画算什么本事？哼！江仙子，我爹是福运楼的掌柜，这颗东海夜明珠价值1000金。赠与仙子，聊表心意。大人，别听他的，他爹就是个开酒楼的，我家是开绸缎庄的。大人看看我画好！都退后！此乃镇魔司重地，再敢喧哗，一律拿下！操！真想全他妈砍了！滚！你们听见没？仙子跟我说话了！放你娘的屁！他明明是对我说的，他只是让我滚到他心里去。这帮人是不是脑子真有病？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送个礼都送不出去，连人都见不着。二公子息怒啊！那镇魔司的大门，小的们是真进不去，门口那些黑皮跟活阎王似的。滚！我前世要活了20年，什么女人没见过？只要勾勾手指，哪个不是投怀送抱？可偏偏这个女人……大哥，大清早的吵什么？没什么。又是为了女人？废物！为了个女人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？不过也好，这种废物才对我没威胁。是哪家的姑娘？这哑巴了？是最近城里风头最盛的那位江姑娘。哪个江姑娘？就是镇魔司的那位。你说哪个？就是前几日当街斩了蛟龙的那位。大哥，你打我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打我！你当真是疯了！你这不成器的东西，竟敢去惦记那等人物！我怎么了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如今满城上下哪个男人不惦记她？凭什么我就不行？你知不知道镇魔司是什么地方？你知不知道狼将是什么身份？你知不知道他斩的是什么东西？你在外面花天酒地我都能摆平，可那是镇魔司，那是能把我们全家满门覆灭的镇魔司。我没想做什么。我就是想送些东西，表表心意。最好是如此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莫让我听到你提他的名字，也莫要再去惦记，否则不用等镇魔司动手，我先废了你。你这丫头走路怎么没声的？吓死我了！看的什么？这么入神？要你管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什么吃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你倒好，几天不见，搞出这么大动静。斩蛟仙子，脚踏七彩祥云，还人剑合一。行了行了，不逗你了。说吧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饿了？
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知道吃。等着，我去厨房亲自下壶。听你兄长说，你过些时日便要回长安了。回长安挺好的，家里都安排好了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不也挺好吗？长安的东西好吃吗？自然，等你将来去了长安，我带你吃遍全城的好东西。好。江郎将，魏大人吩咐让您即刻去一趟都司。大人，宝刹的人来凉州了，找我寻仇。明面上他们不敢，你如今是6品郎将，宝刹寺再势大，也不敢公然对朝廷命官动手。不过宝刹的人行事向来阴暗，不可能平白无故来这里，你需多加小心。来的是什么人？戒律院首座望尘。首座一路辛苦。那名女子可在城中？在。此女如今在城中风头正盛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已派人盯了数日，她平日里除了去都司点毛，便是往魏家那宅子跑。魏家陇右镇摩司大将军魏何的府邸。正是，听闻那魏家小姐与此女关系匪浅，时常邀她过府小聚。知道了。你知不知道镇摩司是什么地方？你知不知他斩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堂堂钱家二公子，在这凉州府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委屈？不就是个女人吗？虽然是什么郎将，还斩了头畜生，可说到底，不还是个女人？还有钱伯孝，不帮自家兄弟，还敢动手打我，不让我惦记，我偏要惦记。哎呦，二公子，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快请进。二公子，您这是……别提了，晦气。得，不提。看您这脸色，定是又遇上烦心事了。慧远，你这破庙今日怎的这般清静，连个念经的虫子叫唤都听不见？嘘，二公子，小声些。今日庙里来了贵客，正在禅房静修，莫要惊扰了贵人。贵客能有多贵？难不成是皇帝老儿来了？别提了，还不是为了个女人？哦，二公子这般人中龙凤，竟也有为情所困之时。算个屁的情！那娘们油盐不进，我那好大哥还为了她动手打我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姓江的女人，我早晚要让她跪在我面前求我。江郎将，怎么最近一个两个都和这女人扯上关系了？江郎将，怎么最近一个两个都和这女人扯上关系了？这女人是狐狸精转世不成？原来是江郎将，此女有倾城之貌，又有通天之能。不过二公子您风流倜傥，乃是人中龙凤，何该配得此女？行了，我先去上个茅房。首座。阿弥陀佛，万法缘生。此子与那女施主既有因果纠缠，贫僧便出手帮他了却这桩心事，渡他回头亦算一桩功德。他娘的，你这破茅房比官厕还臭！这是二公子，这位便是方才和您提起的贵客，宝刹寺戒律院首座望尘大师。宝刹寺，名头倒是挺响，说到底不还是一群吃斋念佛的和尚？原来是宝刹寺的大师，失敬。二公子，首座他听闻您的事，心中不忍，决定出手助您一臂之灵，了却这桩心事。帮我？
怎么帮？靠念经哄我几句？施主与那江姓女子乃是前世宿缘，今生纠缠。这缘有善缘，亦有恶缘。施主如今心魔丛生，我佛慈悲，不忍见施主误入歧途，愿以佛法为二位结一个善缘。此物名曰合欢菩提露，将其融入酒水，让意中人饮下，便可心意相通。哼，大师，你莫不是在消遣我？那姓姜的可是镇魔司郎将，一身修为不低，寻常的药对他根本无用。此乃我宝刹寺秘传，一旦饮下，神魂亦会受影响，自此便会把你当成心上人，哪怕是成丹境的高手也无力抵抗。果真？大师，就算有这宝贝，我也没机会下呀。那姓姜的清高得很，我连他的人都见不着。既是结缘，我自当帮人帮到底。大师能帮我，我该如何做？师尊，您这是何意？此女杀了慧明、慧远两位师弟，您为何不直接出手取她性命，反倒要用这等下作手段去帮一个纨绔子弟？下作，弟子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此女乃我宝刹之敌，理应以雷霆手段诛杀。杀他不难，但等着终究无趣了些。若那钱家公子成了，让他身败名裂，岂非一桩趣事？师尊高见。行了，去吧。是，首座，小的该去何处？去城中那些商贾豪绅的府上，挨家挨户的走一趟，告诉他们，我如今正在此地。伯勇，天大的机缘，宝刹寺来人了，不是寻常僧人，是戒律院首座望尘大师。城中几大家族已经凑在一块儿，明晚在福运楼合办接风宴。帖子递过去，大师已经应下了，你们钱家可不能落于人后。阿弥陀佛，当真是佛祖显灵，这等高僧竟会驾临我凉州，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机缘。快去库房取我珍藏的绘卷真本，不，将那尊前朝的和田玉佛请出来，我钱家礼佛之心最诚，断不能让别人比下去。快！江大人，请留步。小的奉家主之命，特来为您送上请柬。一边去，莫要烦我。大人息怒，实则是城中几大家族联名设宴，为宝刹寺高僧接风洗尘。就在明晚福运楼，那位大师听闻您斩蛟的壮举，赞不绝口，嘱咐我等务必将您请到。我知道了。宝刹的人指名道姓邀请我赴宴。鸿门宴吗？哇！弟弟，我警告你，此等人物非你我能招惹，离他远点儿。江姑娘一个人喝酒，多无趣。在下钱少游，姑娘若是跟了我，这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
姑娘放心，酒里没毒。钱公子，大哥，我先行一步了。我钱少游马上就要让整个凉州府的男人体会一下什么叫羡慕嫉妒恨。宝刹寺费尽心思邀我赴宴，绝不可能只是请我吃饭。想让我去，我去就是了。正愁道行不够用。不过，在凉州府当着满城权贵的面杀人，得讲究个名正言顺，不能给镇魔司落下口实，更不能让那群秃驴死了还占理。去之前，总得做些准备。他娘的，又输了！不见你个贼徒，是不是又出老千了？阿弥陀佛，陈施主，我告你诽谤啊！毒品，知道什么是毒品吗？江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弟兄们练得不错啊。行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今日找他们有事。吃早饭没？狼将也吃这个？不然呢？吃龙肝凤髓啊？阿弥陀佛，多谢江大人补施，贫僧正好腹充空空。我不饿。你们三个今晚可有事？陪我去个地方。大人如今已是天字营狼将，成丹境高手，整个凉州府都能横着走。什么地方？还需要我们几个名古精去撑场面？不是什么要事，一个饭局，晚上你们就知道了。大人，那地方可有酒喝？应该有吧。乖乖，江大人这是要去喝花酒，还带我们一起白嫖。阿弥陀佛，既是大人相邀，贫僧自当舍命陪君子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行，晚上我来寻你们。你这秃驴，不是今日要去观音巷吗？怎么还有空答应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达狂也。去观音巷是要自掏腰包的，哪有白嫖来的香？徐大人，近来可好？你如今已是天字营狼将，便莫再叫我大人了。哦，啊，瞧我这记性，都忘了这茬了。亏我当初还觉得他是块璞玉，没想到短短数十日，他竟一路爬到了6品狼将，快跟我平起平坐了。这小人得志的嘴脸。说吧，来我这儿所谓何事？没事儿就不能来？我很忙。忙什么呢？陇右道妖魔异动文书数不胜数，桩桩件件皆需批阅。哦，那是很辛苦了。那大人可曾批阅到什么有趣的案子？江月初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让你以前喜欢没事找事儿问东问西，现在知道是什么滋味了？我想借点人。你天字营皆是精锐，狼将起步，还需要到我这玄字营借什么人？借人嘛，自然是要动手。和谁？宝刹寺，你疯了！疯了。当初在合川县，我便发现宝刹寺与妖魔勾结，其门下弟子阻挠我办案，对朝廷多有不敬。杀了又如何？
宝刹寺在陇右立足数百年，根深蒂固。明面上的名古境不下10位，更有成丹境高手坐镇。你若是动了手，便是将魏大人架在火上烤。江月初，算我拜托你，切莫冲动。徐大人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无非是想告诉我，宝刹寺势大不好惹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很不好惹。老钱，你家老夫人信佛最诚，今日这般盛事，准备了何等厚礼呀？哪里，不过是些许心意罢了。家母将那尊供奉多年的前朝玉佛请了出来。前朝和田玉佛。江月初，今晚你插翅难逃。来了，大师来了！望尘大师，阿弥陀佛。大师驾临，实乃凉州之福。我等备下薄酒敬大师。诸位施主有心了。师尊不喜俗物，诸位的心意，宝刹寺心领了。只是这酒肉还是免了吧。是，我等考虑不周，快换最好的素斋。阿弥陀佛，此等宝物沾染红尘，与师尊修行无异。不过，宝刹寺正欲扩建大殿，若有此项镇殿，亦可光耀佛法。此物药性浑厚，若制成丹丸分发百姓，亦是功德。此经可重塑金身，此画可供瞻仰。大师，听闻您此次特地点名，要见咱们镇魔司那位江郎将。听闻凉州出了位斩蛟仙子，贫僧心中向往，故想见上一见，结个善缘。大师慈悲，那江郎将在您面前终究是个晚辈，能得您一句夸赞，是他天大的福分。就是，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正需要大师好生点拨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大师法驾亲临，他区6品郎将，竟敢如此拿大！就是，仗着朝廷撑腰，连佛门都不敬了。阿弥陀佛，或许是公务缠身，无妨。哟，这么热闹！
大师当面，你区一个晚辈，竟敢如此姗姗来迟，毫无敬意，还不快上前向大师赔罪？你想死？你们镇魔司还想当众行凶不成？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此言差矣。大师乃得道高僧，岂会在意这等俗礼？你这般咋咋呼呼，反倒是扰了大师清净。再说了，我可不曾听说还要靠你们这些嘴碎的来替佛祖出头。镇魔司6品狼将官身在此，便是见了凉州刺史，亦可不拜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此对朝廷命官大呼小叫？诸位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！江大人大驾光临，实乃蓬荜生辉，快请上座。先前便听闻施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是可惜，施主的杀心有些重了。我镇魔司之人，奉王法斩妖魔，手上若是没点杀气，岂不是让这满城百姓睡不安稳？倒是大师身为出家人，6根清净，却能一眼看穿我皮囊下的杀心，想来是对这杀伐之事颇有心得。放肆！竟敢对师尊如此无礼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吃菜！来，都动筷子。这是谁家的虎逼玩意儿，还敢去给这女煞星敬酒？江姑娘，在下钱少游，素来仰慕姑娘风采，今日得见三生有幸，特来敬姑娘一杯。你也配？如此嚣张，镇魔司也太不把人放在心里了。犬子无状，冲撞了江大人。我这做父亲的待他赔个不是，老夫与犬子一同敬大人。不知大人可否卖我钱家一个面子？你这做父亲的倒是煞费苦心。唉，谁让我心善呢？只是我这人吧，平日里滴酒不沾。这样吧，我亲自为你喝如何？这样吧，我亲自为你喝如何？不管对方是何用意，只要给了台阶，我钱家的面子算是保住了。药还没下呢，他就这副模样了。难不成我的魅力已经大到这般地步，连斩蛟仙子都为我倾倒？一定是这样。他先前的冷漠不过是故作清高。唉，既然姑娘都这般说了，那在下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货在干什么？来，张嘴。不对，这酒里有药。给我把他的嘴掰开！就算魏九手段特殊，也不至于反应如此激烈吧？江大人，手下留情。犬子无状，我钱家愿意赔罪。
说吧，酒里有什么？说吧，酒里有什么？不说？你若不说，那我就让你爹喝，问问是何滋味如何。操，关我毛事啊！这坑爹的玩意儿！大人，你们这是何故？阿弥陀佛，诸位施主没吓着吧？凉州府豪绅钱少游意图谋害朝廷6品命官，在座诸位皆是赴宴之人，与此事或有关联。我以镇摩司天字营郎将之名，怀疑尔等结党营私，图谋不轨，现将尔等全部带回司里协助调查。怎么会这样？江大人，他钱少游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与我等何干？你不能血口喷人！大师还在此地，难不成你连大师也要一并带走审问不成？饭是你们备的，人是你们喊的，出了事便想撇干净。至于大师，大师佛法高深，想来更不会介意去我镇摩司大牢里坐上一坐，与我等讲讲佛法，论论禅机吧。阿弥陀佛，江郎将，你这番行径未免太过霸道，如此行径与草寇何异？贫僧知你年少气盛，可切莫执迷不悟，得想清楚后果。后果？关门！若有敢反抗者，一个不留！拿下！镇摩司办案，都他娘的给老子报官！别抓我，官爷饶命！此事与我无关呀！大师，大师救我，救救钱家呀！我钱家对佛祖一片赤诚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求大师为我等做主啊！这丫头怎么敢如此大胆？我堂堂戒律院首座亲自坐镇，她竟敢如此放肆！真当我是摆设？无论如何不能被带走。真进了镇摩司，黑白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。贫僧就坐在此地，我看今日谁敢动！我的个乖乖，竟是承丹境高僧！一个初入承丹的黄毛丫头能怎样？在这凉州府，除了为何亲自前来，谁能动我？一把年纪了，学什么歪嘴笑？真当你是龙王？我宝刹寺戒律院首座，竟被一个小辈用圣汤泼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竟完全没反应过来，他怎么可能有这般害人的实力？你敢辱我师尊！住口！江郎将，你当真要与我宝刹寺不死不休？不死不休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威胁朝廷命官？我今天就是斩了你，又能如何？你们先带人回去，这里我来处理。大人，此人毕竟是宝刹寺首座，您一人。诸位施主走吧。镇摩司的牢犯虽说比不上这福运楼，但管饱。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完了，大师也救不了我。
贫僧修行近100年，像你这般狂妄的，当真是平生仅见。废话真多。来。宝刹绝学，五怒手。疯了！我主修四指金身，四肢如神兵般坚不可摧，竟被他一刀斩出白痕。这黄毛丫头的力道究竟有多恐怖？镇魔司的破刀承受不住我的力道，血肉魔装不能用，为何或许还在暗处盯着？那就直接用蛮力砍废他！狂妄！小小年纪，不仅步入成丹，更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力道，当真惊才绝艺。可惜没了兵刃，你这小丫头又拿什么挡我这铁臂？死！动用武道金丹的真气，这一拳看你怎么死！就算你力道再大，我这四体金身的手臂也如顽石，你敢硬接，唯有骨断筋折的下场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动用了真气，难不成这丫头也练过横练功法？再打下去必死无疑，借你这一腿之力，顺势飞出窗户逃遁。横练对手不好打，我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。借的力有点太多了。瞬间飞出几百米，这便是成丹境的身法吗？瞬间飞出几百米，这便是成丹境的身法吗？楼上还有一个活的，抓了。这丫头是从娘胎里开始修炼的吗？只要逃回宝刹寺，差点让你跑了。你不能杀我，我乃宝刹寺戒律院首座。击杀成丹境生物，获得其道行129年。
成丹境才100多年嘛，杀人远不如杀妖划算啊。算了，蚊子腿再小也是肉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朝廷的鹰犬，等我师尊回来，定要将你等碎尸万段！师尊，那可是宝刹寺戒律院的首座，成丹境的大能，就这么死了。这死的可是成丹啊！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整个陇右江湖怕是要震上3震。你杀了师尊，我跟你拼了！操，走神了！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你还有别的老东西帮你撑腰吗？行了，都别傻站着了，把这老秃驴的尸体带上，回司。遵命。事已至此，还能咋地？大人冤枉啊！我等敢对天发誓不知情，请大人明辨啊！江大人，这些人该如何处置？除了钱家，其余人该审的审，该问的问。若真与他们无关，那便放了吧。是，江大人，按照司礼规矩，这尸首一般先送往停尸房暂存。那就扔那儿去。大人，那毕竟是宝刹寺的首座。阿弥陀佛，刘施主莫担心，这秃驴死了便是一具尸体，扔停尸房正好，说不定还能跟别的尸体聊聊佛法。你做找盘畅啊！出家人4大皆空，身外之物留着也是累赘，我替他了却尘缘，也算一桩功德。大人，您过目。少你们了，今夜辛苦，早些回去歇息，改日请你们吃饭。此乃我等分内之事，不敢当大人。当得？怎么当不得？大人不知去何处吃？今日那福运楼贫僧瞧着就不错。知道了。你这和尚怎能如此不知礼数？你懂个屁！这叫人情世故。傍上江大人，说不定那破山庄的庄主之位日后都是你的。行了，自家兄弟吵什么？喝酒去。秃驴，钱袋里有多少数目？操，这老东西怎的比我还穷？事情既然已经结束，于情于理都该去与为何说一声。从宝刹寺的嚣张到满堂豪绅的谄媚，可以看出陇叶镇魔司处境确实不好过。可即便如此，为何依旧同意了我今夜的所作所为？无论为何出于什么目的，对我都无所谓。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本就是为利而来，为利而往。哪怕是我自己，如此热衷于斩妖除魔，真的是为了这官身，为了正义吗？还不是为了道行。可即便如此，对于那些被妖魔所害、家破人亡的百姓而言，我为何拔刀，又有什么要紧？他们只看见了有人挥刀，妖魔受首，只看见了天日重开。魏大人，是卑职失察，擅自调动玄字营镇魔卫，交由江郎奖调遣。若因此酿成大祸，卑职愿一人承担所有罪责。这么说，人确实是你批的。卑职有罪。无妨。啊，无妨。那丫头今晚可是要和不差司的成丹境高僧对峙，甚至可能直接动手啊！这叫无妨？长风，你来陇右7年了，那你觉得如今这陇右都司最大的弊端是什么？是刀钝了。钝到玄门世家早就敢对我等阳奉阴违，
钝到连佛门的狗都敢在我镇魔司头上游野狂吠。是了，他最早是为何亲自挑选的，关系匪浅。他既然能来找我借人，怎么可能没找过为何？这根本就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一出戏。镇魔司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可指挥使空悬1年，陇右道上下有几个还记得我镇魔司？他们只记得我都司人手不足，见了宝刹寺也要客气3分。镇魔司镇的是妖，除的是魔，可他们似乎都忘了这3个字的威严。江郎将，魏大人正与徐大人在里面等您。徐长风也在。傍晚师傅便已经来了，一直待到现在也没走。来了，坐。解决了。辛苦了。长风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江郎将好手段。魏大人，望尘一死，宝刹寺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届时怕是整个陇右道的江湖都要翻天。那便让他翻，这天早就该翻一翻了。宝刹寺戒律院首座望尘勾结凉州豪绅，意图谋害我镇魔司6品郎将，失败之后更是负隅顽抗，当众袭杀朝廷命官。我镇魔司天字营郎将江月初不得已当场将其格杀。这个说法，你可还满意？还行。不是，合着你俩一唱一和，我倒像是个外人。长风，你现在便去拟一份公文，将今夜之事原原本本写清楚，着人800里加急送往上京。另外传我将令，自明日起，陇右镇魔司严查境内所有寺庙，但凡发现与妖魔勾结，一律先斩后奏。大人，这般做法是否太着急了些？长风，你觉得杀一个望尘很难吗？不难。那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如何应对宝刹寺狗急跳墙及其背后的佛门信徒。说得不错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何我镇魔司要怕他宝刹寺的怒火？为何我等朝廷之人要去安抚一群被秃驴蒙蔽的愚民？我从来没觉得他做错过。长风，我知道你的担忧。说来说去，无非是我陇右都司如今无指挥使镇守，指挥使空悬，群龙无首。那些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才敢一再试探我镇魔司底线。但这般局面总要结束的。大人，陇右地处偏远，朝廷重心也都在中原和江南，如今整个大唐都人手管缺，下一任指挥使调任，怕是要等到后年马月。无需忧愁，我既然敢这么做，自然有我的考虑。我敢保证，要不了多少时日，这般局面便将不复存在。指挥使？没指挥使怎么镇压陇右？难不成朝廷要空降大佬了？我操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大人，你是说他？啊，我吗？疯了！魏大人，你当真是疯了？他才多大年纪，入司不过1月，您竟想让他去做那个位置？陇右镇魔司指挥者，正3品大员。大人，莫要开玩笑。长风，你觉得一个指挥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自然是实力、资历、人脉、手段，须懂得权衡各方势力，周旋于朝堂江湖。他会什么？他敢杀。他敢在玉门关斩平天真君，敢在黑河斩白蛟大妖，更敢在今夜杀宝刹寺首座。资历、人脉、手段，
我镇摩司什么时候需要跟一群藏污纳垢的江湖军派、阳奉阴违的地方世家去讲这些东西了？大人，你莫要开玩笑了。你当真以为今夜之事是我点头的？不然呢？准奏：着天字营郎将江月初暂代陇右镇摩司指挥使一职。恭喜你，江指挥使，这是上京的旨意。总司的朱批是真的，总司疯了。当然，如今只是暂代，待你入了众连境，这暂代二字方可抹去。大人，我知道你懒得管事，先别推脱。如今不过是个名头，甚至都不会告知都司里的弟兄。说白了，就是挂个名。那有什么好处吗？自然是有的。你如今是总司顾挂了名的人，若真被宝刹寺的人杀了，总指挥使会亲自为你报仇。总指挥使亲自报仇，这是何等天大的承诺！多谢大人。好，报仇有个屁用啊！人死了，你就是把整个宝刹寺扬了，关我屁事！我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给你鼓掌不成？真特么会画大饼啊！我知这承诺听来无用，可你入司时日太短，寻常人坐这位置要熬数十年，朝廷也要时间查你的底细。你能有这机会，实在是天赋太难得。我明白了。行了，今日之事莫要外传，先回去吧。魏大人，为何总司会同意此事？莫非是因为这丫头的身世？真是，长风，你徐家是将门世家，连你都未曾有过拥戴，她一个丫头片子能有什么天大背景？更何况她出自哪个江家，如今是个什么光景，你又不是不知。我说的不是江家。慎言！卑职失言，请大人恕罪。罢了，不过是些捕风捉影的传闻。你还记得这丫头刚入我镇摩司时是什么境界吗？大概是冥谷中境吧。就算天赋再妖孽，最多冥谷中境。文贤。江大人，江大人，小的乃是都司府库的人，特来为您送上这个月的俸禄。俸禄？当了郎将还没关注过，发多少工资呢？江大人，您如今是6品郎将，每月100两纹银，米40担，肉120斤，以及绸缎酒水皆是利钱。寻常镇魔卫需自行去领。您身份尊贵，自然由小的们送上门。知道了。我一个人哪吃得了4000斤米和100多斤肉啊？这么多够我吃小半年了。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开始干活。罢了，今天不出门吃早饭了。粥很烫，肉很香，就是这放了半个月的青菜有点蔫了，口感不好。指挥舍的事不用操心，反正只是个名头。
眼下最重要的唯有2件事：第一，出门找妖物杀赚道行。我清楚自己的底细，若是没道行，所谓天赋就是空中楼阁。现在1对1能赢，若是1对10呢？若是敌人丧心病狂派了100个成丹来对付我呢？这天下从不缺以多欺少，如今这点修为远不足以高枕无忧，起码得先步入点墨境。江姑娘，你们这是去陪师兄走一趟，他准备突破成丹，需要些特殊物件。原来不是去斩妖的，没业绩啊。哦，那你们忙。江姑娘可有时间？黑河白蛟一事有线索了。白蛟？江姑娘或许不知，那黑河白蛟来头可不小。西域妖庭有一条大河，白蛟一族世代盘踞，血脉纯正，势力庞大。哦，镇摩司典籍记载，早些年便有一头白蛟大妖盘踞在剑南与陇夷的交界处，自称羌江龙王。此妖曾搅得2道生灵涂炭，后来被联手围剿，却也只是让其逃回深处，并未彻底斩杀。那上次斩的那头白蛟与羌江龙王有何关联？查不到确切关联，但白蛟一族素来稀少，西域路途遥远，顾不上这边。但那羌江龙王怕是不会坐视不理，江姑娘要多加当心。那龙王实力如何？境界不详，但当年能与数位成丹境高手周旋不死，想来境界不低。成丹境之上的大妖，这得是多少年的道行？多谢李大哥提醒。那我便不打扰了。送上门的经验包，我不去拿岂不是天理难容？你要去剑南？宝刹寺的麻烦还未解决，你竟又想着往剑南道跑？怎么，去不得吗？你行事向来无利不起哦，可是为了那头白蛟？是。你行事向来无利不起哦，可是为了那头白蛟？是。担心他寻仇，倒也正常。羌江龙王自有剑南盯着，就算真溜到陇右，难不成我们是吃干饭的？是，如今陇右都司指挥使空玄比不得当年鼎盛，下面的人是有些懈怠。若是区一头妖物，司里还是能对付的。唉。怎么，你不信？信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这丫头，所以我才要去。宝刹寺再势大，终究是人要讲规矩。可妖魔不同，行事只凭喜好。既然知道羌江龙王迟早盯上我，我如何能心安理得等着他找上门？我江月初从来不指望别人给安全感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向别人要安全感，谁又能多一份给别人？罢了罢了，你这丫头跟你讲道理是讲不通的。你如今是6品郎将，代表的是陇右都司。我以陇右都司名义行文言明黑河白蛟一事，派你前去共商对策，如此便是奉命行事，名正言顺。喏，拿着。到了剑南地界，万事小心，莫要与当地镇魔卫起冲突。有什么委屈回来再说，等你坐上指挥者的位置，他们自然会来巴结你。谢大人。这女人不简单。
真羡慕剑南都司，这山这水，妖魔绝对少不了。老丈过江，马能过吗？能过，我这船吃水深，稳当的很。多少钱？人5文，马10文。姑娘一个人，这几日江边不太平，一个人走还是小心些好。不太平，也不知是哪路神仙斗法，前几日夜里这江水都快涨到天上去了。许是龙王发怒了，龙王是妖物吗？这锵江龙王邪性的很，是妖是神，谁又说得清？船家，且慢！我们3人3马过江。船家打听个事儿，这锵江边上可还太平？客官也是外乡人吧？前几日夜里江水涨得老高，淹了好几处渡口。那镇魔司呢？这附近可有镇魔司的人驻扎？有倒是有，在下游几10里外的青石渡驻扎着。此地镇魔司主事的是谁？咱们小老百姓哪知道这些，只晓得官人们不常来江边。不过客官们也莫要太过担心，江水也就闹腾了那一晚，这2日倒是风平浪静的很。我这破嘴，要你乱说！龙老爷息怒啊！外交一族领地意识极强，绝不容许他妖踏足。这动静，定是那头畜生。可剑南都司明明上报此地妖魔已被镇压，这叫镇压？老天保佑！快走，快走！到了！客官们快下船！老丈，镇魔司驻防的青石渡在何处？顺着官道往下走20里就是。姑娘，你问那儿作甚？那可是镇魔司的地界，官爷凶得很，闲杂人等靠近是要当场格杀的。姑娘请留步，敢问姑娘可是剑南都司的人？我不是。下。顾哥，这丫头有古怪。怎么说？方才在船上，我暗中想探她底细，却什么深浅也看不出来。她上马那一刻，我又试了一次，此人至少是成丹境。成丹境？老张，你疯了吧？他瞧着才17、18岁，怎么可能是成丹？17、18岁，女子，又在陇右交界，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顾哥，你认识？谈不上认识，只是听我阿姐提过，陇右出了个天纵之才，天赋堪称妖孽，比起当年的阿姐也犹有过之。比起那位大人，那可是当今镇魔司右镇魔使。
为何嘱咐过，枪江龙王这种大妖必有剑南都司的人盯着？想动他，于情于理得先走个流程，通声系，真麻烦。要是在陇右，这会儿那畜生都够我杀好几遍了。可坏了规矩，为何那边会头疼？拿了人家那么多俸禄，总不能到处给人添乱。只希望这剑南都司的人能好说话一些。来者何人？此地便是青石渡镇魔司驻地。明知故问，此乃镇魔司重地，闲人免进，速速退去。姑娘，我等在此有公务，若有事报官，请去下游30里的县衙。陇右都司郎将江月初。郎将，陇右都司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了，让这么个17、18岁的丫头当郎将。江大人，此事实在重大，卑职做不了主，请在此稍后，容我进去通报。嗯。大人，请回吧。我们关郎将的意思，羌江之事自有我剑南都司处置，不敢劳烦陇右同僚，还请大人从何处来回何处去。连面都不见就要赶人，既然如此，无妨。此事我一人出手便是，无需你们相助。关郎将有令，羌江龙王任何人不得擅自插手，更不许将其惊扰。不见我也就算了，还不允许我动那畜生，你们剑南都司真有意思。难不成那畜生是你们亲爹？在剑南道，自然是我剑南都司说了算。即便你们魏大将军亲至，关郎将不点头，尔等亦不可插手。龙王已被我等镇压在此，你若胆敢惊扰，一律视为勾结妖魔，就地格杀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还就得动一动。关某镇压此地10余年，还从未见过有人胆敢擅闯。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。念在陇右都司面上，就此离去，我当无事发生。你若是有胆，大可再往前走一步试试。我征战一生，见过无数狂妄之徒，可一个17、18岁的丫头，在我气势压迫下，竟能如此镇定。好胆！怎么可能？给老夫松开！
镇守强江10余年的关郎将，竟被一招秒杀，连兵器都被缴了。庶子，安敢辱我！给我拿下！结阵！这阵仗不像是驱逐，倒像是围杀大妖。所谓的镇守，必然有鬼。为何？抱歉了，怕是又要给你添麻烦了。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剑南都司他娘的疯了不成？关游龙，你是老糊涂了。今日之事若上报总司，你就不怕被摘了脑袋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，敢在我青石渡撒野？我？对同僚拔刀相向，意图格杀，此乃镇魔司大忌。你镇守羌江10余年，功过不论，今日之举已是死罪。自己绑上，莫要我亲自动手，也别让剑南都司跟着你一起丢人。照他说的做，关大人，我让你照做。羌江龙王一事，自即刻起，由总司接管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是。陇右都司江月初，是我。在下镇魔总司黑袍巡查使顾长歌。黑袍巡查使，魏大人提过，军察使权力极大，可先斩后奏。看来这顾长歌在总护地位极高，多谢。关游龙之事本就是我此行目的，倒是没想到会在此地与江郎将撞上。你认识我？像江姑娘这般年纪便入了承丹的女子，整个大唐或许也只有一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羌江龙王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带我去关游龙的屋舍。将你知道的关于羌江龙王一事一五一十说清楚。启禀大人，那畜生是承丹圆满大妖，早年联手围剿，只将其重伤，他便一直潜伏江底。赵指挥使如今抽不开身，便一直由关郎将在此镇压。镇压？左右不过一头承丹圆满的畜生，若真能引得江水滔天，必然已靠近江面。关游龙在此10余年，他是瞎了还是聋了？察觉不到。说。我记得关游龙24岁入司，至今已经90多年了。他拢共去过7次武庙，也皆未求得灵印。总司既然派我来，你觉得我们会一无所知？他不敢动手，你们便也跟着不动。如今他自身难保，你觉得他保得了你们？我等只是奉命行事。关游龙犯的是死罪，神仙难救，可你们未必。如实说来，我可以考虑向总司求情。
关大人他大限将至。说下去。关大人困在成丹境已近甲子，始终无法寸进。他今年已经110有7了，武庙去了7次，一次都未能求得灵印。若是再无法突破，不出几年便会气血衰败而亡。难怪刚才交手，我觉得他实力还不如那望尘老秃驴。原来是一条快要老死的狗。按照司礼的规矩，斩杀成丹境大妖，可求得一次入武庙的机会；再者，便是镇压一处妖魔20载，亦可换得一次。关大人他年事已高，那畜生也受了重伤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所以，索性只要那畜生在他镇守期间不闹出太大动静，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当作无事发生。难怪这老头方才要阻止我杀妖。妖换平了，他10余年积攒的20载功劳进度便戛然而止。一个想安稳求功，一个想安稳养伤，一人一妖，竟在这枪江之上达成了这般荒唐的默契。那么这么多年，死了多少人？因为有约定，那畜生倒也没敢吃太多人。没多少是多少。每月2个。每月2个。就为了他那点苟延残喘的念想，你们便敢拿着枪江两岸数万百姓的性命去为那头畜生？拿着朝廷的俸禄，穿着镇魔司的官衣，你们就是这般镇守一方？滚下去，把关游龙这老匹夫带上来。是。让江姑娘见笑了。没事，人为自己争取利益很正常。关游龙怕死也无可厚非。既然自知不敌，大可上报都司换人来处置。可为了自己苟活，拿无辜百姓喂药，这就有些该死了。关游龙，你可知罪？我要见赵指挥使。你怕是见不到了。我巡查使行事，有权绕过地方都司，直接押解回京，交由总司亲自处置。可我何罪之有？我问你，我何罪之有？凭什么处置我？我妻子死于妖乱，我独子遭妖魔报复，我这一生都给了这剑南百姓，给了这镇魔司。难道这一切，朝廷都忘了吗？总司卷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斩妖372，负伤19次，功绩是真的，谁也抹不掉。既然是真的，那么以我94载的功绩，以我这一身的伤疤，这枪江两岸的百姓难道不该让我多活几年？那畜生每月不过10两人，我已在尽力约束。只要再给我几年，只要我能求得灵印，突破境界，我便亲手斩了他。我只差几年，便能再入武庙求一次机缘，为何不再给我一点时间？关游龙，你镇守此地多久？17年07个月。17年07个月，每月2人，一年便是24人。17年零7个月，拢共是412人。你凭什么觉得你一定能突破？你若再失败一次呢？百姓们又该让你多活几年？你关游龙的命是命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。你24岁入司，守的是什么？如今又守什么？
还是不够。这点血石，对我的伤势而言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族中传讯，璀儿已死，凶手便在凉州。伤势恢复得太慢了，必须在今年之前恢复大半，否则让凶手跑了，岂不是无处寻仇？看来得再多吃些了。只是关游龙那老东西，先前答应过他，每月只食2人罢了，总要去知会他一声。大不了等我报了仇，每月少吃1人，补上今年的欠数便是。谅他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匹夫，也不敢多言。事到如今，说这些有何用？我且问你，如今那畜生平日待在何处？知道了又能如何？老夫虽年迈，但眼力还在。你们几人当中，怕是无一人点墨吧？废话少说，让你说你便说。当年陇右与剑南联手，17位承担围剿，折了2位，还是让他逃回了这深处。强将上下千里，水深100丈，洞窟水道盘根错节，便是神仙来了，也休想将他从水里揪出来。他乃白蛟大妖，在江里便是点墨镜也未必讨到好。就凭你们几个下去，不过是给他填肚子罢了。难道便怕了他不成？大不了从剑南都司调人。江姑娘，看来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将这老匹夫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这样吧，我传信回总司，想来用不了多久，便会有擅长水战的弟兄前来相助，定能将那畜生的老巢翻个底朝天。要多久？总司距此路途遥远，一来一回，少说也要1月。1个月，时间太长了。要是能找到他，我自信有几分把握单杀他。可现在妖物躲在江底，找不到，难道干等1个月？几位兄弟，好久不见。关兄可在里头？怎的今日这般安静？关大人他……罢了罢了，想来又是躲在屋里。这老家伙真是越活越懒散。我早就与他说过，年纪大了要多动动。唉，我自己进去寻他便是。妖气，莫不成那妖物竟敢来此地？江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当然是去斩妖了。废话，我当然知道是去斩妖。江姑娘，稍安勿躁。这畜生敢大摇大摆走进来，说明他还不知道关游龙出事了。此乃天赐良机。江姑娘，你我加上老张他们，便是4位承担。他又是负伤之躯，只要设下埋伏，定能一举拿下。切莫冲动，打草惊蛇。你在此地等我，我先去喊上老张他们2人。行吧，行吧。2个承担境。曹，关游龙那老匹夫呢？哪来的承担境？逃！必须逃回江里！滚开！江姑娘，小心！着实莽撞，怎敢用肉身去与妖魔硬碰硬？
只要回到江里，攻守之势一也。完了，完了！如此天纵之才，死哪儿不好，非要死在我巡查时的眼皮子底下。顾哥，这还愣着干什么？救人啊！怎么救？那畜生在水里，咱们下去不就是给他加餐？顾哥，您身份金贵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怎么跟您阿姐交代？我知道下水危险，可就这么眼睁睁看着。顾哥，你也别太担心，那江姑娘瞧着不像是短命的人。下水了！我乃白蛟一族，这枪行之中，我便是神。人类武者入了这100丈深的水底，实力要去个7、8成。有点憋闷。神通，控水术。将水涌入鼻腔，竟化作清凉的气息，比呼吸空气还要顺畅。这就是控水神通吗？以承丹境神魂维持神通，大概能撑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杀猪都要不了1个时辰。怎么回事？竟然没松手，甚至那双手在我的眼眶里搅动了一下，像是在换个姿势抓得更牢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以为会闭气水性好就行了。既然你不肯松手，本座就带你去真正的黄泉路。60丈、80丈、100丈。到了这个深度，谁来了都得跪。这丫头估计已经后悔了吧？待会儿要把她嚼得碎碎的，以解心头之恨。怎么不游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能在水里说话？痛，太痛了！既然下了水，那就别急着上去了。是人是妖？你究竟是人是妖啊？肉身强悍，力斗恐怖，在水底丝毫不受影响。到底谁才是水族大妖？本座滚开！这玩意儿劲儿还挺大。该死！你真该死啊！腥咸且烫，但血石宫正如饥渴的野兽般疯狂运转，味道不错。七窍太甚，你简直是七窍太甚！借着龙珠之威，我便是无敌的！死吧！这可是我借助龙珠施展的本命神通，这丫头凭什么能掌握水的控制权？去！
想跑？你真当本座怕了你不成？若不是本座有伤在身，你如何能放肆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一状足以摧山断叶，你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？力气不错。我愿降，我愿献上龙珠，愿为奴为婢，当你坐骑，只求饶我一命。有戏，只要这人类贪心。为奴为婢，长得这么丑，骑出去我都嫌丢人，更何况，比起当坐骑，我更想尝尝这一身成丹圆满的血肉，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斩杀成丹境生物，获得道行1645年。这畜生便是借着此物在江底作威作福，特地在吞噬前取出来，先带回去研究，没用再吞噬也不迟。恭喜宿主已突破至成丹后境。成丹后境，没白跑一趟。按理说，这畜生血脉不俗，怎么系统没动静？莫非之前宰过一条白蛟，属于同种妖物，只能收录一次？看来图鉴收集还得讲究物种多样性。罢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1000多年道行加龙珠，还突破了修为，赚麻了。过去多久了？谷哥，已经快半个时辰了。我就不该让他去。我当时若是拼了命拦住他，17、18岁的成丹境啊，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让大唐再多出一尊燃灯。可现在就在这浑浊肮脏的江底，化作了孽畜腹中的血食，何其可笑，何其悲哀！谷哥，咱们撤吧。那畜生短时间必然不会现身，不如先回长安上报总司。那畜生出来了！
不是幻觉，真的是那头祸害羌疆千年的白蛟，而且只有个头，身子呢？那么大一条身子呢？顾大人，这玩意儿太沉，身子我就没带上来，扔水里喂鱼了。成丹圆满的水泽大妖，在水里被他杀了。怎么，这脑袋不够交差？够，这太够了！无妨。愣着做甚？这脑袋我也带不回陇右，你们要不要？要，怎么不要？这可是成丹圆满大妖的脑袋，如此分量，这丫头是怎么从水底捞上来的？她的力道究竟有多恐怖？别费劲了，叫几个人抬吧。江姑娘神力，神力！这白蛟浑身是宝，蛟肉蛟骨都是大补之物，身子就这么扔了。光这一个脑袋就把我累得够呛，底下暗流急，一松手身子就被冲走了。这会儿估计冲到下游几十里外了。顾大人若舍不得，现在去追，兴许还能捞着2根骨头。既如此，那是这我等没口福了。都看什么看？去几个人，弄辆大车来装上。1、2、今日之事我会如实上报，独自斩杀成丹圆满大妖，平定羌疆10余年妖患。这桩功劳若是剑南都司想伸手，我自会帮你挡回去。顾大人费心，若非姑娘出手，又如何除得了这般妖物？倒是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待总司派人接应前，还得劳烦江姑娘一路同行。妖魔失手太过贵重。行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是成丹圆满，你们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也没多难杀吧，几拳下去就差不多了。早知如此轻松，为何老夫当年这般让步？若是老夫心狠一些，又何至于如此？你个老匹夫，江姑娘客气一句，你还当真了？若是当年你这老骨头下去，坟头草怕不是都已3丈高？老张，走吧。还想着路上能遇上不长眼的妖物赚点道行，结果妖物见了一对黑衣镇魔卫，早跑没影了。前方便是秦州府了。秦州富庶，被称为陇右之江南。江姑娘若是得空，不如在秦州多盘船几日。秦州的酒不错，值得一尝。不了，还得回凉州复命。这么安详的城镇，肯定没妖物，有个屁好来。是总司来接应的人。属下参见巡查使大人，奉命前来接应，押解犯官进京。起来吧，此行辛苦，诸位可以回了。江姑娘，此去秦州便是分道扬镳了。我要押着这老匹夫回京复命，怕是不能请你吃顿饭再走。大人公事要紧，这东西你拿着。我在长安虽不算大人物，但谷家多少有点脸面。以你的性子天赋，陇右这1亩3分地迟早困不住你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去长安。到了长安，若是遇到麻烦，或者是想找人喝酒了，便拿着牌子来找我。多谢。江姑娘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长安见。后会有期。出发。
终于清静了。秦州，陇右三大派之一，宝刹氏，便坐落在其中。宝刹氏，便坐落在其中。吞噬了白蛟成丹圆满的血肉精华，修为已至成丹后期，更有1000多年道行兜底。若此时登山，能否将那群秃驴杀个干干净净？望尘是戒律院首座，虽然在我手里没走过几招，但宝刹寺屹立陇右数百年，底蕴深厚。若单打独斗，我自认不惧任何人，可独自一人找上门去，杀一个成丹和尚才给100多年道行。若被围攻，逼得我使出一次性消耗道行的神通底牌，这就有点亏了。赔本的买卖不能干，且让你们这群秃驴再多活几日。待我踏入点墨，届时必来此地，取尔等狗命。不过，既然来了秦州，若是过门而不入，是不是显得有些不通礼数？总得给他们留点念想。